在我这个操盘当中有17档股票叫10倍股。那投资者我觉得就用今天的是你可以稳当获利的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女王聊财经》，我是刘宣彤。今天呢，我们邀请到的是华尔街的操盘手阙佑尚老师，那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用 ETF 打造资产配置。那我们欢迎阙老师。宣彤好，大家好。老师，我想请教一下我们就从最近最夯的，就是说，你看最近好像00939、00940这些高股息的月配的这个 ETF 非常的夯，好像几天就募了200-300亿。就是全台湾都在封所谓的高股息 ETF。那我想请教您一下，说怎么看待这种 ETF？ 现在这种每一个人觉得我应该要买那个东西，不买那个好像就落伍了。你怎么看这个现象呢？欢迎您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，支持最懂投资的财经媒体财讯。我们每周都会更新节目，带大家一起追踪全球的政经趋势以及了解产业状况。同时呢，2024年也是财讯的50周年，不论您是加入频道会员，还是针对节目留言赞助，都能支持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精彩的内容。这个现象很正常啊，因为基金公司要不断的推出很多产品嘛，对，雾里看花，越看越花是啊。基本上我觉得投资要把它抽丝剥茧我常常讲就是，如果你没有投资哲学，你就无法下去找到你的投资策略。对，你没有投资策略，你就往下你就找不到你的适合你的投资工具，是对吧？所以投资哲学、投资策略、投资工具，对，那往上是什么？人生哲学。有些人认为说我要跑来跑去赚价差，有些人说何必呢？对不对？在沙漠中狂奔的野马，你不需要追着马跑，你会累死你。在绿洲水池旁边等，那个马跑完了累了就在旁边。你累了吗？那个马说累了，跑了2天。主人你怎么知道我会在这里？因为你的习性一定在这里。所以如果要讲这个那 ETF 严格讲起来就是我们最下面层的那个工具，就只是一个工具而已。对，如果你工具你上面的策略不清楚，你的哲学不清楚，你一直在这边找，那就是我告诉你，未来的 ETF 会多到你眼花缭乱。是，然后而且不知是无所适从。对，眼花缭乱，无所适从，这就是现在台湾 ETF 的现象。好，所以简单来讲 ，ETF 目前的这些东西都是一个投资工具，而且就像股票一样越来越多。当投资 ETF 越来越复杂到你无所适从的时候，你的投资策略的就相形更重要。所以我们今天从 ETF 希望能够拉到一点投资策略。所以今天我们现在就是把 ETF 定义，它只是一个股票市场的其中一种，但是最终还是回到所谓的资产配置。对，资产配置其实已经是投资策略的一种了。对你要不要用资产配置？有很多选择，比如说，先更正一下，你刚才叫我说是好像很多人说华尔街操盘手，我稍微更正一下，这个几年前是操盘手，当时在美国操盘的那个基金前10大第一大持有是苹果。所以《纽约时报》曾经在2016年从136跌到90块左右的时候访问过我。巴菲特买完苹果之后，他觉得奇怪，苹果是不是过时了？就访问我，他说苹果是不是已经过时了，变成价值学派的工具？我说不是，我说它只是一个短暂的沉潜，它会上去。所以讲完之后涨了大概超过7倍到10倍。2016年几乎每一年涨1倍，那是我觉得一生中在这个职场上的一个荣耀了。是，后来我压了台湾一档轻薄短小的股票，就变成被盘超了。好，那个时候如果我不要犯这个错误，今天你还可以勉勉强强叫操盘手，勉勉强强。现在是华西街的喇叭手，只能不给归不要叫操盘手。其实喜欢登山的人都不敢想说我征服哪一座高山。对，那个山只要温度下降个5度，风一吹，你没有食物的时候，我告诉你要准备要见上帝了的。所以每一个会登山的人，其实接近山的时候，都是一种很敬畏的心情。哇，今天山露出了一个太阳，让我看到它的风貌。所以讲说操盘手好像盘可以让你抄，我们其实都是蛮敬畏的。其实你是要顺着它的潮流当中，不被它灭顶。我们用简单的浅显的故事来讲我们讲说股市像股海，对吗？对，江湖是个湖，股海是海比较大，是湖比较大，海比较大嘛。所以投资里头也有像少林、峨眉、武当使用的工具不一样？不一样。好，那这个就是哲学了。好，我这样在思考为什么少林派不用剑？你有没有去思考这个问题？没有，我从没思考过。我乱七八糟胡思乱想出家人讲究的是慈悲为怀。所以他不要用剑的话会见血，对，而且会夺到你的命。棍呢，就是驱赶你，让你不要近身。所以他的哲学里头就是我不杀生，我就不用剑。是有没有道理？这我的胡思乱想。
武当基本上呢，它讲究团队，有八卦阵，开始会变成什么群战。对啊，有人又讲到俄美啊，好像我假如没有记错啊，以女的为主，叫道姑，但也接受男的。对，派数呢就介乎两者之间，就有一点像成长学派、价值学派。是，所以这个东西里头是你的哲学，哲学之后才会发展我要的兵器。什么意思哈？有些人只玩股票，他不碰 ETF； 有人碰 ETF 呢，但不知道投资资产配置。对，我们简单来讲啊，股票获得超额报酬的机会最大，但是塞在那里的人也最多，风险也最大。对，因为股票上去下来之间的振幅可能超过70%、80%。我出国念书的时候，去了佛罗里达迪士尼乐园，对，有一个场馆是柯达影片的，叫 In the Future， 就是他拍那个360度中国大陆那个桂林的山水，你站在那边看那个360度，那时候你会觉得哇，柯达这个科技啊不得了。现在柯达在吗？它转型太慢了，不在了。Nokia 在吗？好像也不在了。然后 Motorola 在吗？好像也不在了。所以手机界没了。对，奇异公司是张忠谋先生认为是100年的魔幻生，几个决策错，奇异今天也被踢出去了。残不残酷？很残酷。所以个股的难度高，这就是巴菲特说，美国的投资者如果获利，应该要感谢一个人，叫John Bogle， 也就是 ETF 美股 SPY 的创办人。巴菲特那时候最后一次John Bogle 参加的时候，整个大的体育场，他是坐在那种小板凳站起来。巴菲特说我们要介绍 John Bogle， John Bogle 鞠一个躬，他说美国投资者如果在 SPY 标普500获利，要感谢他，是因为他把以前我们买不到的指数基金转换成了 ETF， 就是你一次可以买500家公司，以前没有这个功能，他赔了数百亿台币。才学到这个课。John Bogle 是普林斯顿大学毕业，他说连我这么聪明的人，操盘都跌成这个样，他才改过来。所以 ETF 是一个划时代的革命，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借重。现代投资者不会借重 ETF， 有点可惜。但是有些高手他不碰 ETF， 他纯粹用股票来做获得超额报酬。但我们今天的是面对一般投资者的，我会建议你一定要先学会，你这一生当中先学会被动投资，学会 ETF， 再加上今天你刚才讲的主轴资产配置。行有余力，你再慢慢去学主动投资。像我现在苹果帮我创造了将近75倍的投资报酬。我从2006年看它一路见证，台积电也帮我创造了超过15倍，慢慢目标也是20倍。在我这个操盘当中，有17档股票叫10倍股。那投资者，我觉得就用今天的 ETF 加资产配置，是你可以稳当获利的。而且也有机会获得超额报酬。你所谓的 ETF 加资产配置，等于是资产配置以外，还有另外再先买 ETF。ETF 只是一个工具，非常微小的工具。但是你资产配置里面也可以有 ETF 啊，你可以全部用 ETF， 但是资产配置的概念里头就已经是有攻击防守了。原本的 ETF 像你刚才讲的00，那我都记不了啊，那个很多是攻击。所以我们刚才先讲那个4大门派用的工具都不一样，对，都有他有选择的。比如说有些人是1对1单打，有些人开始说我力量不够，好，那我加上群体的力量。就像有些人买一个 ETF， 举例来讲，你买0056，大家发现不太够。因为0056股票跌的时候，它照样跌的跟50是一样，50%也跌过。对，那很多人就觉得我买0056，成长又没有0050高，我跌的时候跟你一样跌，那我干嘛要它？这时候开始有人就讲，那我是不是可以再加一点别的东西进来，形成了一个组合，对吧？所以八卦阵的目的就是它把团体力量加进来，资产配置大概用到5个工具，对，股票、债券，还有呢商品，第4个是现金。第5个是房地产信托 ，OK， 所以你基本上一生中跑不掉这个资产配置呢，就是你在攻击当中也加了防守的部位。犹太人怎么讲呢？犹太人说，你一生当中最少要有3个资产，第一个呢是你要有储蓄啊，类似有点公债啊，然后你1/3呢房地产。你要住的地方，1/3是要成长性的东西，叫生意。你可以透过标普500，美国500家公司替你做生意。你看犹太人用3只脚来定位。我资产配置那种用5只脚来定位，这就是哲学。有人说这个太慢了，我要股票。OK， 那就是另外一个哲学。你会比较快吗？老子讲的，多则惑，少则得。多了会困惑你，少会得到。我就举一个例子，上公车3个位置，还在想说要坐到你的旁边呢，还是坐到林志玲的旁边，还是蔡依林的旁边，还在犹豫的时候呢，上了2个人都没有了。可是如果上来只有1个位置，你会不会去挣扎？不会挣扎，就直接去做了，直接坐下来了。这就是一个什么？是多会让你困惑。少会让你得到，所以你去抓到那个比较重要，还是在那边选说坐在谁的旁边比较重要？所以很多人就是想的太多。所以老子为什么讲多则惑，少则得，是有他人生哲学的。你悟不了这通道理的时候，你看不起 ETF， 也看不起资产配置。现在人很多人看得起 ETF， 可是看不起资产配置。
他一开始就防守，所以一起跑他就落后一半。你会看中后面落后你的人吗？不会，因为他一开始的时候将近有一个比例就是在防守，所以起跑点一跑出去的时候，你一定在他前面。什么时候你会在他后面？股灾来的时候，那50%下来的时候，他就在你前面，然后他会问说痛不痛？所以这些工具其实它没有所谓的好跟坏，而是取决于你的投资哲学、你的人生哲学是怎么样的嘛。没错，资产配置就是说那五大的比例哈，就相当于有些调味在烹调的时候，盐巴1/3多一点少一点，醋多一点少，维持在一个很漂亮的水准，就在那个就火候，那个就要有哲学。那我们再剔除掉，我们再可以简单一点，就是股债共母，就用股票跟公债。就现金跟大宗商品跟房地产先排外，就股债，对你慢慢再加进来，就像你比如说有人教我们小丑丢球，对，一次5个球，5个球会不会比较难？好，我们先丢2个，先丢2个股债。事实上，股债就可以做到不错。如果用股债共母用我们的叫超保守组合超保守。2000年是高科技泡沫一路下来，下杀了2次。对，高科技泡沫2008年金融海啸，美国股票股市里头。标普500曾经跌50%， 500家都跌成50%，那你就可以知道，你买的股票搞到跌到80%，你已经很挂掉了。好，金融海啸，你买到金融产品你也挂掉，你买到花旗银行是60几块跌到1块。好，那金融海啸的时候，我们大概也跌快50%了，大概算起来40几%。你认为那个我给你的那个投资组合赔多少你可以接受？如果超保守，我当然希望不要跌啊，不要跌哈。好，我跟你讲这2个状况超保守投资组合不但没有赔，而且都赚。这个就是哲学了，你相不相信它？因为很多人是看不起它温温吞吞的几趴在跑，所以这个什么叫做超保守？好，超保守里头我们很快的讲一下这个东西。第一个，巴菲特老师格拉汉就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你一生中再保守，你也要最少25%的资产要能够成长。”这就是有点像犹太人讲，你要有个生意，照理资产配置是依你的年纪啦，40岁，他防守部位就40。但是呢，有些人他觉得有不同的想法。好，他说我可不可以低一点？你可以低，但不要低到25，因为25就相当于你是75岁的人的投资组合了。你一个50岁的人用75岁，你已经防御性很高了，再太保守就没有意义了。所以25好，所以这个投资组合供给只有25，75在防守状态，就如此而已。那这是谁的概念？一个是巴菲特老师的概念，第二个是 John Bogle。ETF 是 John Bogle 发展出来的，对，所以有 John Bogle 摔跤的经验，有巴菲特老师的比例，就是我刚才讲的黄金比例，对，还有巴菲特讲的，他说投资就2门课，一个是股票的估值，第二个是心理素质。所以严格讲起来，就是投资的 IQ 跟投资的 EQ。对。这个状况里头呢，我刚才讲的那个25%那个超保守投资组合，这么20年下来最大的波动叫做他们英文叫 Maxima Drawdown， 在2010年之前最大的振幅就是有金融海啸有高科技泡沫都跌500050也跌500056也跌50那我刚才讲的超保守投资组合，你认为跌多少？我跟你讲，最差的时候是跌1.7%，才1.7%，对，蚊子叮你一下，然后就飞开了。这样的投资组合竟然击败0050开始的那一天，然后用我的超保守投资组合拉下来，0050最少震荡过2008年的金融海啸，这么大的跌幅，40%到50%，这个跌幅只有1.7%，10%之内大部分都可以接受了，只有1年，第2年通常就回去了。你漂不漂亮？绩效击败你0050，对 ，drop down 只有你的一半都不到，然后你可以空出双手去经营你人生的其他财富。我就讲了 ，Brian Dyson 就是在乔治亚理工大学毕业典礼的时候跟学生讲，也可以跟我们今天所有的观众来讲。他说，你毕业之后呢，你会发现社会人生就像一个小丑在空中抛接5个不同的球，有一个球你发现它掉下来会弹回去，其他4个球掉下来。不是破裂就是刮伤，不会再复原了。第一个球掉下来会弹回去的是什么？工作。这个球掉下来会弹回去，你不要太担心，只要你有那个技能。但4个球掉下来会破裂的，第2个是健康，第3个亲情，第4个友情，第5个你的心灵。你用刚才那个超保守组合你就让全美国的500家企业在全世界为你攻城略地。台湾的0050加进来，你就让台湾的50家企业，台积电8万个员工，加上统一，你知道晚上你1、2点，人家就已经开始在包装了，帮你赚钱。550家，再加上资金的配置，你可以轻轻松松的去追求，把那4个会破裂的球做好。我刚才讲嘛，从到2010年用那招可以击败0050的绩效。然后还不花时间，然后呢掉下来一半都不到，那你在追0050呢，会不会觉得是你有一点笨？
你一旦你相信这个资产配置的时候，它自然就会去做那个位置。所以是不是投资哲学？是。那我现在就想到一样，最近从去年初开始，不是大家一直讲说美债是送分题嘛，美债 ETF 什么等等的。那这个算不算呢？假设现在以超保守来，它算不算这个债这个超保守？在里头哈，去年之所以有人在债摔到，就是一开始它的投资哲学也出了问题跟策略了。因为债是用来给你防守用的，对，你偏偏要把它当作攻击部位，不是不行。那些人就跟我们一样喜欢吃毒蛇，但是我们有带血清啊，你有没有带血清？一般人根本就搞不清楚，就开始去抓蛇。我们说我要抓毒蛇，他说我也要抓毒蛇，我怎么知道抓毒蛇？因为美味啊。我说被药刀的时候你怎么办？所以不是债出了问题，去年是股债双杀，没有错。对，但是那是特例，你不要因为一次性的特例来否定它。本来如果你有配置，好，假设当时我们的配置里头，你去看巴菲特也用短债，我也用短债，都是最高不会7到10年。你一次买20年，你等于是一次是锁定20年嘛，所以去年20年下杀是30几%啊。如果你用短期的话，你被跌到只有10几%，股票跌20几%，你还是跌得少啊。股票上去，债券跌下来，你会把赚的钱拿掉一部分。对，去支援赔钱的，就有一点像是逢高怎么样减码，逢低呢价钱好补进，逢高减码，逢低补进，逢高减码，逢低补进，逢高减码，你给他做个5年下来，你没有失手的，1年会失手，2年会失手，3年会失手，尤其在高科技泡沫的时候，2000年、2001、2002跌的时候，资产配置的再平衡不发生功用，可是呢，你第4年的时候就看着翻转，长期来讲。资产配置还是好，就像开车的那4个轮子已经有一点偏了，你做个定位，你手一放，它还是往前走。简单来讲人家说慢慢赚比较快，那你不相信它，你就不会进到资产配置。对。所以我刚才讲是不是都在讲哲学？又回到人生哲学跟投资哲学了嘛？对，所以老师，我最后再请教一个问题啊。那假设说现在您不是常在讲说年轻人要先存第一桶金，然后再开始投资。假设有人现在才存到他的第一桶，可能100、300万，那可是现在股市已经到这么高了，那你会怎么建议他？那基本上来讲哈，你如果要成长，长期来讲哈，我们讲说现在股市高哈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债市低？债市低，对嘛？所以一样有好的投资机会，你就可以说我刚才讲那个黄金比例是一个重要。比如说现在本来比如说一个30岁的人应该是防守30，对吧？攻击70可是你刚才谈到一个前提说，现在股市好像有点高，对，我把攻击的部位减少5%，可不可以？调整一下。如果你觉得还是怕，那我减少10%，可不可以？你还是怕，那我们在攻击部位再减少15%，可不可以？这15%就慢慢进入债市啊，那么债市现在价钱还不错啊，等它哪天翻转起来就不是这样了，然后再平衡，对啊，动态平衡。所以基本上还是回到那个有攻击有防守，但是不要后退到25，就是变成75岁老年人那样的方式就行了。但是基本上还是要投资，对，慢慢，而且用每一个月其实定额的滑进去，你就有可能吃到微笑曲线。有些人喜欢技术学派的人喜欢买右侧，一买到低点上去，然后一直在吹嘘的就是这一段。台湾投资者很喜欢买这一段，科斯托兰尼跟我有时候会喜欢买这一段左侧进来。我就举例来讲嘛，台积电370你知道吗？我买在最低374，对不对？那我问你为什么？因为我就是要我就是抓这边，因为这档股票我值得陪它相当长的一段路，陪它走它一段路。那不相信的人就370的时候不买，然后蹦到380、490、40、420才开始在底部开始，然后500多就卖了。对，达到黄金交叉的时候，你交叉来交叉去。台积电我常半开玩笑，如果你的薪水没有超过1亿很多事情你就交给魏哲家跟刘德英去烦恼。你没事去跟人家，你他妈薪水10万块，你去帮他烦恼1亿的人干什么？让1亿的人帮你工作，对嘛？所以老师今天的结论就是告诉大家，不管是 ETF 高股息 ETF 还是美债不管20年短期或7年几年都一样，它就是一个工具。那重点是你要先了解你的人生哲学，再你的投资哲学，再就是你的策略怎么做，投资策略，接下来再去选这些工具。那我们非常谢谢老师今天的分享，老师你真的是很会讲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如果你支持我们的节目，请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也欢迎收看我们其他的影片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